猜猜我在哪儿？我们在乌克兰。这一站，270要去拜访魔鬼的居所——切尔诺贝利，一个20多年前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大核灾难的地方。不靠这种车辆，我们会因辐射致死的。据说，那里已经成为了鬼城，空气、河流、土壤，到处藏着致命的辐射。森林中还有变异的野兽。正是这些恐怖的传闻吸引了我哥们270。这一次，他们想去看看被魔鬼接管的城市的真面目。我们的车辆是被禁止进入的，向导告诉我们会有车辆来接我们，一个普通的旅行车，没有做任何防护。我当时特别不解，但是没办法，只有这个车能进，我们就进去了。现在我们已经驶进了切尔诺贝利100公里区域，当地是这么规定的：100公里的区域是禁止生产牛奶的。这些苹果也被白雪公主的后妈下了毒，都遭到了辐射。这些苹果是没有人吃的，我觉得吃了以后睡上几万年是没问题的。这些郁郁葱葱的植物下面，其实都有很厚的辐射层在。我后面的这个标志是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标志，但是现在它变成了一个警告标志，就是它告诉我们，到了这儿就是已经进入了这种辐射区域。这当时是前苏联人民引以为傲的世界上最先进、最安全的核电厂，但是它却发生了世界上最严重的核灾难。马路上一辆车没有，这除了汽车的发动机的声音，听不到任何的声音。然后那边有一条路，让草给长死了，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26年之后就是这样。这儿离当年大爆炸的反应堆刚好30公里，再往里走，就是传说中的禁区。想进去，得先签协议，一切后果自己承担，也就是立下个生死状。说白了，在街头枪战的索马里也不需要这样的手续，这真有点像进鬼门关。你永远不知道哪儿就藏着危险，或者说你永远都在危险里。切尔诺贝利是更大的一种挑战。现在我们在这个城市是切尔诺贝利，然后过几分钟之后我们就会去这个普里皮亚季，然后在这个区域之内我们不能分开，必须在它周围，因为可能会有其他动物什么的。然后我们想进到电厂里边，只是我一个人，整个这个核电站周围啊，全都布满摄像头，那里的警察，包括他们的安保人员，全都戴着防毒面罩的，然后荷枪实弹，如果进去他会开枪。在上升，我们从30公里的检查站，现在一直在往切尔诺贝利的深处在走。手里的盖格计数器一直在发出滴滴的声响。从读数上来看，从30公里处到现在数值继续在上升，所以我想可能这个滴滴声将会今天一直伴随着我们。但是确实路两边可能是因为20多年来没有人来打扰它们，两边的植物很茂盛。刚才向导说，如果幸运的话，我们也许能看到不一样的野生动物。那个动物没有什么不一样，不是2个脑袋或者4个头的。这边的辐射一直在超警报，后面是一个村庄，这个村庄，是事故发生后被掩埋的村庄。不过这里面是非常危险的区域，辐射量在这儿已经超出了正常值的10倍。
盖革计数器，就是一种测量辐射值的仪器，它也可以累计我们所吸收的辐射量。它在0.3的时候就开始报警，来提示辐射超标。这个方向的辐射量是最高的，就是5800、5700的时候。切尔诺贝利最恐怖的一点是，它会有很多很多特神秘的地方，就是树林里会遍布着这种突然的高辐射点。看看，他来到这个环境，竟然不系领子上的扣，还笑，你还笑得出来？系不上，系不上也得系，必须系上。不穿袜子，等会儿要用胶带把裤管粘起来啊，不能让皮肤沾到辐射尘埃。作为进入者的行动、进入的时间和地点是被严格限制的。监视我们的人其实也就是我们的向导，向导不同意都甭想去。幸好我们之前做过了无数次的沟通，还真是争取到了一些机会。进去前，为了表示感谢，我特地给他发了支烟。Let's go。这是一个幼儿园，现在废弃了，在爆炸过后，我现在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冒险，咱们往里走一下，能不碰东西就不要碰到东西哈。这是一个禁止区域，是没有游客来过的。这儿的辐射比刚才高了10倍。OK， 快进到房间里，梁红快进来，梁红快进来。毛骨悚然。我们看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资料，各种各样的孩子死去的场景，特别惨。普利皮亚季曾经是切尔诺贝利电厂员工们的生活区，也是前苏联发展最快、最为繁荣的、最现代化的小城镇。当时所有搞核工业的人都以能在切尔诺贝利上班、在普利皮亚季居住为荣。可是，它离4号反应堆太近了，只有3公里。爆炸后的30个小时，1000多辆大巴排成了20公里的队伍，把这些人统统转移走。他们只带走了很少量的随身物品。当时政府跟他们说可以马上回来，但是20多年过去了，他们从来没回到过普利皮亚季，他们的家。Don't make noise. Yes. In silence, keep silence. Yes, Okay. I know. And 5, maximum 10 minutes on the roof, and I'm waiting for you here. Okay. Okay, no downstairs. problem, yeah. Okay. Straight ahead upstairs. 我们现在要上这个楼顶去看一下4号反应堆到底是个什么样子。这应该是一个母亲带着孩子。这应该是一位前苏联的军官，这是他们的家庭。这有太多这种生活气息在里面了。这应该是他的证人。吓我一跳！这儿有一具干尸，是狼。这个狼的尸体让人感觉瘆得慌。来之前看过一部叫《切尔诺贝利日记》的电影，其中有一个情节，就是建筑物里发现了一具动物的尸体，随后就出现了凶猛的变异生物。在这楼里不会有什么变异的生物吧？司机和向导根本就不会上来，只有我们。浓度的辐射量
比较高，所以收的声音也不知道会不会很正常的收下来。收不下来对口型吧。不是 PID， 一共16层建筑的楼顶上，我们后面那就是4号反应堆，是切尔诺贝利的4号反应堆。如果不拿着它，我感觉不到恐怖，但我拿着它，我非常恐怖。这跟索马里的恐怖真是不一样。索马里真刀真枪你看得见，在这儿呢，蓝天白云，蓝天白云，鸟语花香。没有人类活动的这种遗迹，那些自然界的那些东西长得太好了，就是你看到的都是美景。如果不是有报警器在一直传来那种报警的声音，我会认为那是特别美的一趟那种森林之旅。我们是非法上到这座楼顶，所以我们行事要非常小心。待的时间可能不会太长，那咱们赶快走吧，万一被发现我们就惨了。但是我要补充一句，这才是探险的乐趣，这才是探险的乐趣。我们继续深入爆炸中心，很快就看到了当年发生爆炸的4号反应堆。现在它被封印在石棺里面，但是我们的车却离它越来越远。原来是司机和向导饿了，也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，直接把车开到了切尔诺贝利的食堂，也先吃饭。我真没想到我会在切尔诺贝利电厂吃午餐。他们说这里的食物是安全的，但我真不能相信。4号反应堆跟我们近在咫尺。天哪！我特别好奇石棺里面扣的是什么。石棺当时设计寿命只有10年，但现在已经20多年过去了，随处都有漏水，内部有严重的坍塌。这儿的震撼完全不亚于索马里战争带来的震撼。这儿真是太恐怖了！切尔诺贝利灾难的前因后果，在我心中有很多的谜团。新闻报道、历史资料都是别人看到的，我更愿意自己去发现。看看有没有人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。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，我们一些人去到了敦煌的一个无人戈壁滩，而且那个戈壁滩大概差不多有200公里，是荒无人烟的。当我们进到戈壁滩的时候，里边有一段沙漠，之后就开始起了沙尘暴。我们大概走了10公里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口干口渴的，也没有水，当时已经所有的人都快撑不住了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突然我们看到有一个人，他拄着双拐过来了，而且更让我们很震撼的是，而且他是有一条腿是假肢。之后他自己一个人在翻越那些土堆了，在那个沙漠地上，你要穿越那个丝网什么从爬过来之后，就让我们所有人很震撼。今年已经是第3年来到这儿了，之后他每年都会一个人来穿越这个120公里的无人戈壁